你有沒有那種朋友，明明做了一件很有問題的事，但大家都知道，就是沒人講。像什麼，公司裡有個人一直摸魚，大家都知道，但沒人敢講。朋友圈裡有人感情亂七八糟，大家都看得出來，但都說尊重他的選擇。然後呢，久了你會發現一件事，不是問題消失了，是大家習慣了。更可怕的是，有時候不只是不講，還開始合理化。哎呀，他也是有苦衷啦，這個時代本來就這樣啊，不要那麼嚴格啦，愛最重要。然後問題就從不對變成正常。好，今天這段哥林多前書5章1到13節，保羅直接面對一個很尷尬、很真實、很容易被忽略的問題：教會裡有罪，而且大家還覺得沒什麼。背景我幫你超濃縮，哥林多教會裡有一個人，他的生活狀況連外面的人都覺得很誇張。結果教會怎樣？不是難過，不是處理，是還覺得自己很 OK。保羅直接說，你們還自高自大，並不哀痛。翻成今天白話，事情都這樣了，你們還在覺得自己很棒啊？然後呢，問題來了，為什麼會這樣？因為我們這個世代很容易把一件事搞混，愛不等於放任。很多人以為我不講就是有愛，我包容就是成熟，我不碰問題就是和平。但保羅說，不好意思，這不是愛，這是逃避耶。然後他講一個很重要的原則，要把那個人交出去。先不要誤會，不是情緒性踢人，是什麼？讓他面對後果，才有機會回轉。翻成今天就是，有些時候你不設界限，不是在幫人，是在害人。然後呢，你可能會想，可是這樣會不會太嚴格，太沒有愛？很好，保羅接着講一個超生活化的比喻，笑。他說，一點麵酵能使全團發起來。翻成今天，一點點問題如果不處理，會整個擴散。像什麼？你說這次就算了，然後下次更大。你說這只是小事，然後變成習慣。你說我可以控制，然後你被控制。然後呢，你以為你在管理問題，其實問題在擴張你耶。所以保羅說要把舊酵除掉。翻成今天，不要跟問題共存，要處理它。但注意哦，這段最容易被誤用的地方來了。保羅後面講得很清楚，他不是叫你去審判外面的人，而是先處理你們中間的問題。翻成今天就是不要在網絡上當道德警察，卻對自己和身邊的人完全放水。很多人很會評論外面，這世界怎麼這樣？那些人太誇張了吧？然後呢，自己裡面的問題完全不碰。保羅說，外面的神會處理，裡面的是你們的責任。這整段其實在講一件很成熟的事，真正的愛不是讓一切都舒服，是願意面對不舒服，為了讓人真正得着生命。有些關係會卡住，不是因為沒有愛，是因為沒有真實。你怕講了破壞關係，結果不講，關係慢慢腐爛。然後呢，你就活在一個表面和平，裡面失控的狀態。所以哥林多前書5章1到13節，不是在教你變嚴格，是教你用真正的愛面對真正的問題。不是定罪人，是拒絕罪，繼續吞噬人。不是高高在上，是願意為對方的生命負責。送你一句可以截圖的金句，真正的愛不是讓問題安靜存在，而是勇敢讓真理進來。